林狗有个秘密，不敢跟任何人说。白天他是被老板压榨的顶级牛马，而晚上他是掌握人类生死的阎王。事情要从他手滑点的一个诡异的 APP 推送说起。连续加班第30天的凌晨 ，V108 最终版 PPT 终于完成。林狗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跳不动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屏幕忽然自动亮起，一条推送弹窗跳了出来，背景是诡异的暗红色，字体却是古朴的篆体。地府智能办公 APP 检测到您在内卷与受虐领域天赋异禀，战绩斐然，诚邀您竞聘第11殿阎罗王实习职位。林狗揉了揉干涩的眼睛，本想划掉，结果因过度疲劳不小心点了上去，手机屏幕瞬间黑了下去。我靠，该不会是那种点一下就扣光你余额的流氓软件吧？林狗心里一慌，下一秒，屏幕再度亮起，暗红背景上4个大字悠悠浮现：地府智能办公。下方还有一个不停闪烁的按钮，立即竞品。旁边小字标注：已有2500位阳间卷王报名，2489位已读不回，11位正在犹豫。林狗手一抖，又点中了。下一秒，手机轻微震动，正在为您建立与地府 HR 的连接，请稍后。忽然间，林狗眼前一片黑暗，天旋地转，真猝死了！早知道晚饭那碗泡面应该加个肠。再睁眼，他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，环顾四周，像中式复古书房，但头顶的灯却是悬浮的。他面前的书桌是一块雕刻成狰狞鬼头形状的黑石，桌面却光滑如镜。这是什么主题的密室逃脱？做的还挺逼真。一个声音突然响起：“欢迎来到地府人力资源部，林狗先生。”林狗吓了一跳，循声望去，一个古风长袍却戴着金丝眼镜，手里捧着个发光平板的年轻男子，不知何时站在书桌对面。平板电脑的屏幕上正滚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流。你是？在下崔珏，地府判官之一，主要负责高端人才引进与 KPI 考核。崔判官推了推眼镜：“您刚刚通过地府智能办公 APP 投递了简历，经过大数据筛选，认为您非常符合第11殿阎罗王实习岗位的要求。”等，我只是手滑点了一下，而且阎王这职位是不是太高端了？我何德何能？崔判官表情不变，手指在平板上滑动。林狗先生，不必妄自菲薄，我司天地通系统对您进行了全方位评估，您年仅28便达成了连续加班30天、72小时不眠不休，对老板的 PUA 具备极高耐受性，甚至能反向提供情绪价值等史诗级成就。崔判官抬头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找到天选打工人的欣慰。您这抗压能力、自我 CPU 的素养，以及把公司当家的奉献精神，正是我司推进地府现代化改革所急需的稀缺人才。地府改革？是的，时代在进步，地府也不能躺平。传统审判模式效率低下，10殿阎罗各自为政，绩效考核体系还停留在纸笔记录、年底算总账的原始阶段。我们急需引入您这样精通 KPI、OKR、PPT。虽然我们用地府专属的生死簿 Pro Max， 并能将阳间职场受气经验转化为阴间管理优势的复合型人才。地府搞 KPI， 阎王要会做 PPT。那个冒昧问一下，这个岗位有五险一金吗？有的。崔判官在平板上一划，调出一份电子合同。有的，五险包括阴寿险、工伤险、被恶鬼吓到算工伤、轮回险、孟婆汤过敏险，以及专门为您这种人才准备的996猝死险。一金是功德金，可兑换来世福报、地府购房优惠券或直接抵扣部分投胎费用。双休，地府实行弹性工作制，主要看 KPI 完成情况。管饭，孟婆汤无限续杯。崔判官继续画饼。实习期3个月，转正后享受副店级待遇，提供标准化阎罗殿宿舍，可选是否入住，采用弹性工作制，支持远程视频办公，原则上不占用您的阳间工作时间。远程办公不占用白天时间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完美副业。能在晚上坚持当阎王，那白天受的气，晚上是不是能？我愿意试试。崔判官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将平板转向林狗，请在此处签署您的电子姓名，并按下灵魂手印。林狗接过平板，看着那份闪着金光的合同，也看不懂具体条款，心想死就死吧，直接签下名字，拇指在屏幕上一按，一道细微的金光从他指尖没入合同，合同瞬间化作2道流光，一道飞入崔判官的平板，一道射向林狗的眉心。合同成立，欢迎您，林狗殿下。您的阎王权限已初步激活，相关指南已发送至您的 APP， 现在送您还阳。等等，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我临死前的幻觉？崔判官扶了扶眼镜，露出一个我懂你的表情。为了验证真实性，我们可以进行一次简单的权限演示，请说出一个您熟悉的阳间人物。林狗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李扒皮那张脸。李志强，我们项目经理。崔判官在平板上快速操作，然后展示给林狗看。屏幕上是一个简洁的界面，顶部是李志强的照片和基本信息，下面一条进度条标注着阳寿，旁边功德数值显示为-85。功德还能是负的？
是的，这很常见。现在作为体验，您可以通过您的眼网权限对它的阳寿或功德进行1分钟内的微小调整。林狗看着李志强复述的功德，恶向胆边生。他试探着伸出手，在阳寿的进度条上轻轻往后拖动了大概5分钟的量。操作成功，目标人物李志强阳寿减少5分钟即可生效。与此同时，阳间某高档小区卧室，李志强猛地从梦中惊醒，他感觉一阵头晕眼花，喘不上气，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抽走了一样。他捂着胸口缓了好几分钟，才重新躺下，却再也睡不着了。地府办公室内，林狗看着这一切，他信了，他彻底信了。现在送您还阳，下次会议将于明晚子时通过 APP 线上进行，请准时参加。崔判官一挥手，林狗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林狗，一个白天被老板当成永动机使唤的顶级牛马，此刻正面临一个更荒谬的局面。他好像被地府 HR 看上了。阳光透过百叶窗扎在林狗脸上，他一个激灵，猛地从工位上抬起头。是吗？他赶紧掏出手机解锁熟悉的屏保，常用的 APP 没有那个暗红色的图标。果然是梦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叮的一声，屏幕顶端弹出一条推送：地府智能办公，尊敬的林狗殿下，您有一条新的待办事项，十殿阎罗季度绩效评审会议将于今晚23点45分准备接入，请提前准备好本周工作汇报。点击进入会议准备。推送下方那个暗红色的 APP 图标赫然躺在他的应用列表里，林狗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他点开微信，正好看到李扒皮在部门小群里全体成员9点整，大会议室开会，任何人不得迟到。林狗，你的方案要是再通不过，就给我滚蛋！看着李扒皮的头像，林狗想起了那被扣掉的5分钟阳寿，他手指一动，点开地府智能办公 APP， 找到李志强的档案，看着那负85的功德值，犹豫了一下，并没有做什么，只是默默关掉 APP， 然后对着李扒皮的微信头像低声自语：今天开会，走着瞧。会议上，李扒皮将他的方案批得一无是处，同事们目光各异，林狗全程低着头，敷衍应付，只有他自己期待夜晚的降临。晚上11点半，林狗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毫无睡意，手机就放在枕边，他既期待又紧张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当时钟指向11点40分时，枕边的手机屏幕自己亮了起来。地府智能办公提示：距离十殿阎罗季度绩效评审会议还有5分钟，请尽快进入线上会议室准备。林狗坐起来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点开了 APP， 界面极其简洁，只有一个巨大的进入会议按钮在闪烁。他手指发颤，点了下去，屏幕瞬间黑屏，紧接着一个会议界面跳了出来。背景是阎罗殿的阴森景象，篝火浮动，10个小小的视频窗口已经亮起，里面是10张穿着古装官服、神色各异的老头脸。林狗的视频窗口也自动开启了，他出现在屏幕正中央，整个会议室陷入死寂，10双眼睛透过屏幕聚焦在他身上。林狗咽了口唾沫，抬手打招呼：各位前辈，晚上好，我是新来的实习阎王林狗。没人理他，坐在左上角，一个胡须茂盛的老者冷哼一声，率先开口：哼，黄口小儿，毛都没长齐，也配与我等平起平坐，参与殿务评审。右下角一个胖乎乎的老头，一边捋着胡须，一边阴阳怪气：广王兄所言极是，我等地府运作，遵循天道伦常，且容一个阳间凡人指手画脚。其他阎罗也纷纷低声议论，目光各异。林狗头皮发麻，这阵仗比他面对李扒皮和全公司领导时还吓人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脸上堆起笑容：各位领导批评的是我初来乍到，很多规矩不懂，还请各位领导多多指点。他这态度让几位阎罗面色稍缓。坐在正中间的一位老者开口，他是第5殿的阎罗王。既入此门，便须守此间规矩。林狗，你既为第11殿主管绩效考核与流程优化，今日便由你主持此次评审会吧。主持？林狗一愣，他可什么都没准备啊！怎么不敢还是无能？林狗被这一急，韧劲也上来了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他切换视频页面，打开一个 AI 软件，利用 AI 直接生成了 PPT， 又打开屏幕共享功能。各位领导，请看我共享的屏幕。下一刻，一个制作精美，标题为地府10殿 Q3 绩效考核初步分析报告的 PPT 出现在了所有阎罗王的屏幕上，花花绿绿的饼图、柱状图、折线图，瞬间晃花了老阎罗们的眼。此乃何物？这是用数据可视化工具对各位领导第3季度工作成果的初步分析。林狗点开第1页，上面是秦广王的业绩数据。比如，秦广王殿下，您第3季度共审理灵魂84521元，同比上涨了5%，辛苦了。秦广王面露得意之色，捋了捋胡子。但是，您内审员假错案率达到了0.5%，环比上升0.1个百分点，这意味着有超过400名灵魂可能被误判，增加了后续流程的负担和投诉风险。秦广王脸色瞬间变了。林狗又点开一页，
看向楚江王。再看楚江王殿下，您掌管的寒冰地域，本季度能耗同比上升15%，但恶鬼改造成功率却下降了3%，这说明资源投入增加了，但产出效率在降低，投产比不合理啊，领导。楚江王一听，气得脸上的肉都在抖。接着，林狗又快速点评了几位阎罗王的数据，句句戳在痛点上。整个地府线上会议室鸦雀无声，10位老阎罗看着屏幕上那些从未见过的图表和数据，听着那些 KPI、环比、投入产出比之类陌生的词汇，无比震惊。这小子好像真有点东西。林狗看着屏幕上神情凝重的老脸，心里升起一股快意。这感觉好像比投扣老板5分钟阳寿还早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准备放出他准备好的大招。基于以上数据分析，我初步拟定了一份地府业务流程优化及绩效考核行规 V1.0， 请各位领导审阅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手机传来嘟的一声提示音，屏幕上方弹出一条微信消息：林狗，明天早上我就要看到最终版方案，做不完你就别来了。林狗脸上的笑容僵住，忘了这茬了，阳间的事到底还是追到阴间来催了。林狗看着李扒皮的催命微信，眼角抽搐，果断将那条消息划掉。现在我可是灵狗殿下第11殿的阎罗王，正在主持10殿阎罗季度绩效评审会，怎么能被阳间的琐事干扰？他重新堆起职业假笑，刚准备继续讲解他的 PPT 改革方案，突然一声凄厉的电子音效响彻整个线上会议室，还带着电流的杂音。一个顶着地府技术支援白无常 ID 的视频窗口强行弹入，占据了 C 位。白无常喊道：“诸位殿下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”第10殿转轮王眉头一皱，语气不悦：“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没看见正在开季度评审会吗？”转轮王殿下，不是小的想打扰，是咱们天地银行的系统被黑了。什么？10个阎罗王的视频窗口里同时爆发出惊怒交加的声音，画面跟着抖了3抖。林狗心里也是咯噔一下。天地银行那不是地府的央行兼印钞厂吗？这要是出了问题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究竟怎么回事？说清楚。就在刚才，系统监测到有未知力量强行突破防火墙，非法篡改了核心数据库，大量功德币被凭空增发，已经流入投胎结算系统了。楚江王手一抖，玉如意差点掉地上。功德币被超发，那岂不是要通货膨胀？阎罗王沉声下令：“速查，是何方妖孽所为？目的是什么？”白无常欲哭无泪。对方手段极其高明 ，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伪装，最后定位在阳间的某个公共厕所的免费 WiFi 上，目的暂时不明，但大量来路不明的功德币涌入市场，已经导致部分区域的投胎汇率剧烈波动了。会议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岂有此理！这是要动摇我地府金融稳定的根基啊！查，必须严查。林狗在一旁听着，职业本能让他迅速冷静下来。这不就是典型的金融黑客攻击，非法增发货币导致市场混乱吗？他在阳间公司没少做风险防控的预案，虽然大部分都被李扒皮否了。林狗清了清嗓子，试图稳住局面。各位领导，请稍安勿躁。众阎罗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他身上，带着点期待。当务之急是2件事：第一，立刻暂时冻结异常账户的交易权限，防止问题扩散；第二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我们必须升级系统，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转轮王叹了口气，表示怀疑。谈何容易？地府这套金融系统乃上古大能所设，运行万载，岂是说改就能改的？秦广王也冷哼道：“哼，阳间小儿只会说大话。”林狗再次共享屏幕，他打开了一个空白的演示文档，快速画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示意图。林狗指着图表解释道：“各位领导请看，我们目前的系统是中心化的，所有数据都存储在一个核心数据库里，就像一个大账本，黑客只要攻破这个账本，就能为所欲为。”他在中间画了一个大圆圈，标上天地银行总服务器。如果我们把系统改成去中心化的，比如采用区块链技术，林狗又在旁边画了很多个小圆圈，用线连起来。他越说越兴奋，把账本数据分布式存储在所有阎罗殿，甚至所有判官无偿的节点上。任何一笔交易都需要超过半数的节点共同验证记录。黑客想改数据，除非他能同时黑掉我们地府超过一半的服务器和终端，这难度堪比直接攻打南天门。10个老阎罗盯着那密密麻麻的小圆圈和连线。阎罗王迟疑地问道：“此区跨链之术，果真如此神奇？”林狗拍着胸脯保证：“绝对可靠，这技术在阳间金融界已经很成熟了，我们可以称之为功德链。以后每一笔功德收支都上链记录，公开透明，不可篡改。谁干了啥好事坏事，功德多少，阎王也改不了，绝对公平公正。”几个阎罗王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，表情微妙：“阎王也改不了。”林狗意识到说错话，赶紧补充：“当然，最终的审判权和特殊情况的处置权还是在各位领导手中。技术只是工具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各位领导的英明决策。”这话让几位大佬连连点头。阎罗王与其他几位阎王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最终拍板：“好，林狗，此事就交由你全权负责。白无常，你及其麾下技术团队全力配合林殿下。今日会议就到此结束。”白无常立刻领命：“是，殿下。”
这种感觉比在公司里当孙子爽多了。林狗当即下令，白宫，立刻带我去看看被攻击的系统后台。白无常积极响应。得令，殿下请随我来。下一秒，林狗的所处场景一闪，他便到了一个充满代码流的空间，看起来像是地府后台管理部。看着空间里代码结构和防火墙设置，林狗嘴角抽搐，这防护水平，难怪会被公共厕所的 WiFi 作为跳板攻击。他挽起袖子，在手机屏幕上操作起来。这里加个动态验证码，这里权限校验要多层，交易记录实时备份到各分店节点。白无常在一旁不时地发出惊叹：“哎，原来还能这样！哦，我说这个问题困扰我几百年了，殿下高啊！”经过一番补救、抢修和系统升级预案部署，危机暂时被控制住，漏洞也被初步修补。隔天，事情传到阎罗王那，他和10个老阎罗面面相觑。这小子好像真不是在吹牛。林狗，此次你临危受命，处置得当，有功。领导获奖，分内之事，分内之事。他心中得意，这转正考核应该能加不少分吧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叮咚一声。地府智能办公，你有新的功德入账通知，因成功处置天地银行金融安全危机，稳定地府经济秩序，奖励功德加1000。备注：功德可于天地银行新兑换阳间财运、健康值、桃花运等，具体汇率请咨询客服。林狗眼睛一亮，还有这种好事，这可比阳间那点加班费实在多了。他正盘算着是换点财运改善生活，还是换点健康值以防猝死。手机又嗡嗡震了起来，还是李扒皮的微信，这次是语音。李扒皮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：“林狗，你死了吗？方案呢？我现在就要看到，立刻，马上，不然明天就给我卷铺盖滚蛋！”林狗脸上的笑容消失，他低头看了看手机屏幕上功德加1000的提示，又抬头看了看视频会议里那10张老脸，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在脑海：那个，咱有客服吗？咨询一下，这个功德能不能兑换成让阳间领导立刻闭嘴1小时的服务？自从林狗被阴间 HR 看上后，他顺利成了第11殿的实习阎罗王。今天晚上，他正在主持10殿阎罗季度绩效评审会时，阳间的领导李扒皮打来了语音电话。林狗盯着手机屏幕上功德加1000的提示，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心里滋长。他打开 APP， 在功德兑换界面输入让阳间领导闭嘴服务，结果跳出来一个提示：非常抱歉，本服务暂未上线，建议您兑换耳根清净符，持续30分钟，或直接使用功德降低目标人物的今日运势。我去，降低运势，这个听起来更狠啊！他直接选择了李扒皮，消耗50点功德。操作成功，目标人物李志强今日运势已调整为诸事不顺。做完这一切，林狗退出了 APP， 接着他开始做汇报。各位领导，这是本月特殊申诉的案件审理。秦广王冷哼一声：“正好，本王这里有个棘手的案子，就让你这新来的是试手。”说着，秦广王共享了一个案件档案。林狗定睛一看，愣住了。申诉人张伟，死因猝死，生前职业产品经理，申诉理由被程序员诅咒致死，要求平反昭雪。林狗嘴角抽搐，被诅咒致死。楚江王捋着胡子解释道：“此事说来蹊跷，这张伟生前是个产品经理，因频繁更改需求，被手下程序员怨恨。那程序员在代码注释里写满了诅咒之语，其中一句愿你来世还是个产品经理，需求永远改不完，竟意外应验。这不就是阳间的职场现实吗？”他点开详细档案，发现张伟正在第一殿等候发落。按照地府惯例，频繁更改需求导致他人痛苦，是要下拔舌地狱的。但林狗看着张伟那张憔悴的脸，想起了自己被李扒皮折磨的日子。林狗深吸一口气：“各位领导，我认为此案需要重审。”秦广王立刻反对：“胡闹！地府规矩岂能随意更改？”领导误会了，我只是建议启动特别听证会程序，传唤相关当事人当面对质。毕竟诅咒他人致死，在阳间也是重罪。阎罗王沉吟片刻：“真烂。”很快，当事人被传唤到现场，一个是生魂状态的程序员小王，顶着黑眼圈，穿着格子衫；另一个竟然是张伟生前的甲方老板赵总。程序员小王一脸懵：“我就是在写代码时发泄一下，这也能算杀人？”赵总更是恼怒：“你们地府怎么回事？我还在开会呢，就被抓来了。”林狗敲了敲虚拟法锤：“肃静，现在开始听证会。”他先问程序员小王：“你为什么要诅咒张伟？”他一天改3次需求，每次都说很简单，加个小功能。我连续加班1个月，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。这能怪我吗？是赵总要求的。赵总马上甩锅：“市场变化快，改需求很正常嘛。”林狗听着这场熟悉的甩锅大戏，顿时来了灵感。他调出3人生前的功德记录，开始分析。根据记录，赵总理克扣加班费共计87次，强迫员工加班236次，功德支付150。赵总脸色一变，林狗又看向小王：“你虽然被压榨，但在代码里写诅咒确实不对，功德支付10。”最后他看向张伟：“你夹在中间也很惨，但助纣为虐，功德支付30。”秦广王看得目瞪口呆：“
这就审完了。林狗微微一笑，开始宣判。本庭宣判张伟无罪，即可安排投胎。程序员小王扣除10点功德，以示惩戒。赵总，林狗顿了顿，扣除10年阳寿，死后入寒冰地狱体验需求变更之苦。赵总当场崩溃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才是罪恶的源头，地府讲究因果报应，这很合理。阎罗王点头，判的倒是新颖。就在这时，林狗手机震动，收到一条李扒皮发来的消息。林狗，我刚才走路摔了一跤，手机还掉水里了，方案明天再交吧。看来那50点功德花的值。他抬起头，发现10殿阎罗都在盯着他看。阎罗王缓缓开口：林狗，你这种审判方式……林狗心里一紧，以为自己玩脱了。谁知阎罗王接着说：很有意思，以后这类职场相关的案子就都交给你了。自从林狗成功审判完张伟案后，他在地府的声望便水涨船高。这几日，他走在阎罗殿的虚拟走廊上，连巡逻的鬼差都会停下来喊声林殿下。这天孟婆找上门来，愁眉苦脸的和他诉苦：林殿下，老身这摊子快撑不住了，每天那么多魂魄要喝汤，口味还挑3拣4，有的要加糖，有的要少盐，还有现代魂魄问能不能做成奶茶款。林狗听得头晕。最离谱的是，有些魂魄仗着自己功德高，要求定制前世记忆精选集，说要把美好的带走，痛苦的删除。这符合规定吗？林狗若有所思。婆婆，您这属于典型的需求多样化与标准化生产的矛盾，咱们得数字化转型啊。他调出孟婆亭的运营数据，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。林狗指着报表：您看，排队时间平均2.5小时，服务满意度只有3颗星，这要是在阳间，早被差评淹没了。那这可如何是好？林狗在白板上画流程图。咱们要引进智能终端，魂魄来了先扫码，系统自动读取其功德值和生平，推荐合适的汤品，功德高的可以解锁隐藏菜单。孟婆眼睛一亮：隐藏菜单？林狗点头。比如孟婆的吊前世甜蜜记忆款，或者忘忧清爽型，咱们还可以搞个积分制，积满一定功德可以兑换保留一项最美好记忆的特权。孟婆听得连连称妙，说干就干。林狗调用地府智能办公系统的开发模块，连夜捣鼓出一套孟婆亭智能点餐系统。他还特意设计了一个促销活动，转发地府官微推送，可免费加珍珠椰果布丁。系统上线的第一天就炸了锅，智能终端前大排长龙，魂魄们扫码点单，讨论着哪种口味的孟婆汤更好喝。一个功德值爆表的老奶奶甚至换到了一杯保留对老伴记忆的特调。老奶奶端着汤碗，热泪盈眶。下辈子我还要找到他。这场面连路过的判官都感动得抹眼泪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林狗正在优化系统，秦广王发来视频请求：林狗，看看你干的好事。秦广王共享了审判大厅的实时画面，一个 AI 判官正在审案，被告是个话痨书生，书生喋喋不休：大人容禀，小人那日实在是情非得已。说起来那天天色已晚，小人 AI 判官发出冰冷的电子音：检测到废话连篇，干扰审判秩序，依据地府刑法第38条，判处拔舌地狱3日。下一个。林狗目瞪口呆，这是不是太草率了？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另一个审判席上，一个 AI 判官对着唐僧的灵魂陷入了死循环。请陈述罪行。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去往西天拜佛求经。检测到答非所问，拒不认罪，量刑加倍。悟空，救我啊！林狗扶额，赶紧远程关闭了 AI 判官系统，但麻烦已经酿成。第5殿阎罗王发来通告：李稿，立刻停止所有数字化改革，明日本王要亲自巡查，你给我好好解释。与此同时，阳间也出了问题。李扒皮听说林狗在搞副业，发来威胁微信：你小子敢在外面接私活，明天来我办公室。林狗看着两边同时发难的消息，一个头两个大，他盯着地府智能办公 APP， 突然灵机一动，既然都要解释，不如一起来吧。他点开日程安排，给李扒皮的阳寿进度条旁悄悄添加了一个明日行程：受邀参观地府数字化改革成果展。又给第5殿阎罗王的日程里添加了考察阳间先进管理经验，如何高效压榨员工。做完这一切，林狗往椅背上一靠，露出微笑。明天一定很精彩。第2天早上9点，林狗准时出现在李扒皮办公室门口，他手里端着2杯咖啡，脸上挂着微笑。李扒皮黑着眼圈，看上去一夜没睡好。林狗，你昨晚……李总，您的咖啡，双份糖奶。林狗适时递上咖啡，巧妙打断问话。李扒皮揉着太阳穴，我昨晚做了个特别真实的梦，梦见……这时，林狗手机震动，地府智能办公，第5殿阎罗王已抵达阳间考察，请做好接待准备。林狗嘴角微扬，打断李扒皮：李总，不如我们边参观公司边聊，正好给您汇报下最新的数字化转型方案。李扒皮勉强点头。就在他们走到公司前台时，一个老者正站在那里打量着打卡机，前台试图阻拦：老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阎罗王一本正经：
本王我来考察贵司的先进管理经验。李八皮眼睛一亮，这位是林狗，赶紧上前介绍。这位是王总，来考察的。王总，这位是我们李总。两个总握手寒暄，气氛和谐。参观到运营部时，阎罗王对宫卫阁监产生兴趣。这些格子间倒是与我地府的判官阁监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李八皮得意洋洋，这是我们最新的人体工学设计，能让员工更专注工作。阎罗王若有所思，不错，我看还可以再紧凑些，省下的空间能多摆几个工位。林狗在一旁听得直冒冷汗。中午，林狗带着两位总来到食堂，李八皮又开始吹嘘。我们食堂的菜品都是经过营养师精心配比的。阎罗王尝了一口预制菜料理包做的红烧肉，此物与孟婆汤原料倒有几分相似。孟婆汤，林狗赶紧打圆场。王总说的是孟婆餐饮，一家连锁品牌。下午的会议成了两位总的互相吹捧现场。李八皮展示狼性管理法，阎罗王分享地狱激励制度。林狗坐在中间，感觉自己同时在打2份工。终于熬到下班，林狗以为噩梦结束，李八皮却热情邀请。王总，晚上我做东，咱们继续聊。林狗心里咯噔一声，果然酒过3巡，李八皮开始诉苦。王总，您不知道，现在的员工太难管了，就像林狗，天天摸鱼。阎罗王已经喝得有点多。李总此言差矣，林狗在我那儿干得不错，昨天还判了个案子。林狗赶紧在桌下操作手机。功德兑换，使用100功德兑换强制传送服务。下一秒，阎罗王的身影开始变淡。阎罗王举着酒杯，咦，怎么，林狗你？话音未落，阎罗王消失了。李八皮揉揉眼睛，王总呢？林狗面不改色瞎编，王总可能喝多了，去洗手间了。送走李八皮，林狗立刻接入地府会议。视频那头，阎罗王已经回到店内，脸色难看。李狗，你可知在？林狗不慌不忙，殿下，我是在保护地府机密，您刚才差点说漏嘴了。阎罗王一愣，回想起来，那也不能把本王直接传送回来。林狗调出李八皮的档案。殿下，此人阳寿未尽，按照地府法规，不能知晓太多阴间事务，我这是依法办事。阎罗王被对的说不出话。这时，林狗收到一条微信：林狗，明天来我办公室，有重要事情告诉你。林狗皱眉，感觉事情不太对劲。他点开李八皮的实时监控功能，画面里李八皮正在电脑前搜索如何判断员工是阎王、地府 KPI 考核标准、孟婆汤配方。林狗倒吸一口凉气，完蛋，老板好像发现了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林狗顶着黑眼圈走进公司，他通宵未眠，把地府 APP 里里外外研究了个遍，愣是没找到消除凡人记忆的功能。工位还没坐热，李八皮的电话就来了。来我办公室，立刻！林狗推开门，发现李八皮正对着电脑屏幕傻笑，屏幕上赫然是地府智能办公的登录界面。李八皮得意地晃着手机，没想到吧？昨天和王总喝酒的时候，我顺手摸了他的手机，把这个 APP 装上了。这玩意儿看着挺邪乎，到底是什么来路？林狗倒吸一口凉气，强装镇定。李总，这就是个普通的效率软件，测试版 bug 多，不好用。李八皮显然不信。是吗？那我怎么登录不进去？还提示什么权限不足，非灵魂绑定用户？你小子别蒙我，快说怎么弄？林狗急中生智。李总，这系统它需要一点特殊的激活流程，普通人用不了。激活？怎么激活？就是需要一点机缘。机缘？我看你是皮痒了。李八皮恼羞成怒，猛地起身，想去够书架顶端的木箱。我告诉你，林狗，我这里可有你当初的入职担保书，你要是敢……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踮脚去够箱子，脚下的旋转椅却突然一滑。小心！话音未落，李八皮整个人失去平衡，惊呼着向后仰，后脑勺咚的一声闷响，精准地磕在了监办公桌角上。他身体抽搐，眼睛瞪大，死死盯着林狗，然后滑倒在地不动了。林狗懵了，他伸手探了探李八皮的鼻息，没气了。下一秒，手机疯狂震动。紧急通知！检测到阳间人物李志强意外死亡，魂魄正在传送中，魂魄正在剥离并传送至第11殿阎罗审判庭，请殿下林狗立即准备接收并审理。老天奶奶，这孙红烧还是算我谋杀？他躲进卫生间，锁好隔间门，处理完地府那边的突发状况，将李志强的魂魄暂时安置。他猛地意识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李八皮死在办公室里，外面很快就会有人发现，他必须立刻出去，否则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他。他猛地拉开隔间门，冲了出去，对着办公区方向大喊：来人啊，快叫救护车！李总，他晕倒了，开呀！同事们从工位上惊起，围拢过来，尖叫声、询问声、拨打120的嘈杂声混作一团。救护车声音由远及近，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。经过初步检查，医生宣布疑似突发性心源性猝死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公司高层也被惊动，总经理亲自赶来处理，人事部门立刻介入。林狗作为第一发现人，同时也是李志强生前最后接触的人之一，自然被重点询问。他按照想好的说辞，结结巴巴的回忆：李总，他叫我继续谈方案。说着说着就有点激动，站起来想拿东西，然后就突然摔倒了。我吓坏了，赶紧出来喊人。
他的表现符合一个突然遭遇上司暴毙现场的年轻员工的反应，加上李志强平日里对下属苛刻，工作压力大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过劳猝死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。公司高层一方面紧急安抚员工情绪，一方面开始着手处理善后事宜，联系李志强的家人，并试图将此事的影响降到最低。林狗被问完话后，被要求回家休息，等待后续通知。他走出公司大楼，感觉浑身发冷，一条人命的重量，即使那是他厌恶的里巴皮，也让他感到心悸和后怕。回到冰冷的出租屋，林狗瘫坐在椅子上，阳间的麻烦暂时糊弄过去了，但地府那边的烂摊子才刚刚开始。李志强的魂魄还扣在他手里，他点开手机，地府 APP 的图标仿佛在灼烧他的指尖，他必须尽快处理好李志强的问题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再次震动，是部门同事小王发来的微信：狗哥，你没事吧？公司都传疯了，说里巴皮是报应，但你当时在现场，肯定吓坏了吧？好好休息。另外，听说大老板对这事很恼火，可能要整顿，咱们部门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林狗关掉微信，点开了那个暗红色的图标。来吧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李总，咱们阴间再见真章。他接入了地府线上会议，画面里里巴皮不，现在是李志强的魂魄站在审判大厅中央。他抬头看见正前方林狗的脸，震惊无比。林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林狗清了清嗓子，语气威严：李志强，欢迎来到地府，我是第11殿阎罗王，负责你的最终审判。李志强愣了3秒，突然暴怒：好你个林狗，上班时间摸鱼搞副业，还搞到阴间来了！李总，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你已经死了。李志强低头看看自己半透明的身体，终于接受了现实，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角度发作。就算我死了，我也是你领导，快给我安排个好胎，下辈子我要当富二代，住别墅开跑车，一辈子不用上班。林狗被这脑回路震惊了，他调出李志强的功德记录，负85的数字闪闪发光。李总，我很想帮您，但是根据地府规定，您这功德值恐怕只能投胎当蟑螂，还是生活在后厨的那种。李志强当场崩溃：你敢？你滥用职权，打击报复，我要投诉你，投诉到你魂飞魄散。林狗露出职业微笑：欢迎投诉，不过地府投诉热线目前由我分管。李志强气得魂魄都在发抖，他环顾四周，指着墙上的规章制度大喊：我要申请劳动仲裁，你作为我的下属，现在却来审判我，这是职场霸凌。林狗差点笑出声，他打开投胎排队系统，屏幕上显示当前排队魂魄8542117名，预计等待时间258年。林狗贴心解释：李总，地府现在投胎压力很大，不过我们提供了加急通道。李志强眼睛一亮：多少钱？我给你。林狗摇头：地府不收冥币，那玩意儿通货膨胀太厉害，我们只认功德值，或者您可以考虑在我们这里再就业，赚取功德，争取早日投胎。李志强愣住了：再就业？林狗调出地府招聘界面：我们正在招聘奈何桥秩序维护员，主要负责维持排队秩序，训导插队魂魄，实习期500年，转正后享受地府编制。李志强看着屏幕上的岗位介绍，表情复杂。就在这时，林狗收到一条紧急通知：天庭特使已抵达，即将对地府改革成果进行最终考核。林狗脸色一变，他看向李志强，突然有了主意：李总，想不想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下，体验一下真正的管理岗位？李志强还没反应过来，阎罗殿仙乐缭绕，一道金光闪过，地府里多了个老神仙，头顶着天庭特使4个大字。特使扫视全场，奉玉帝法旨，特来考核地府改革成效，若有不合格之处，立即打回原形。10殿阎罗齐齐抖了3抖。林狗把李志强拉到一旁，压低声音：想不想转世当富二代？现在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李志强眼睛一亮，连连点头。林狗飞快地给李志强套上地府实习判官的皮肤，把他推到特使面前。特使开始发难：听闻二等推行什么数字化改革，把地府搞得乌烟瘴气，今日便从最基本的灵魂审判开始考核。特使随手一点，调出一个陈年旧案，画面中是个中年男子正在狡辩：大人明鉴，我虽然劈腿了8个女朋友，但给每个人都买了包，这不算骗感情。秦广王刚要发怒，特使抬手制止：且看新式审判如何处置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林狗身上。林狗还没开口，李志强突然一拍桌子：你这种情况在我们阳间叫做时间管理大师。哦，李志强滔滔不绝：根据 KPI 考核标准，你同时维护8段感情，效率值0.8，投入产出比极低，而且居然用同一款包打发所有人，严重缺乏差异化服务意识。男子被这套理论说懵了。那该怎么判？李志强调出数据分析：建议判处情感管理培训3个月，结业后分配到月老手下实习，学习专业的婚恋匹配技巧。特使摸着胡子，微微点头。接下来是孟婆厅的考核。特使亲临奈何桥，只见魂魄们正有序排队扫码，一个大屏幕上实时显示，今日已服务18492人，平均等待时间8分钟，满意度4.9星。一个年轻魂魄正在点单：我要前世记忆精选套餐，把高考和失恋的记忆删除，保留中彩票和初恋的片段。
孟婆熟练操作平板，删除痛苦记忆需要额外消耗20功德值，确定支付吗？特使看得目瞪口呆。这成何体统？李志强赶紧解释。特使大人，这叫个性化定制服务，既满足了客户需求，又促进了功德消费，一举两得啊！正说着，那个定制孟婆汤的魂魄突然大叫：“我中奖了！地府锦鲤，免单还送保留3项记忆。”现场顿时一片欢腾，特使嘴角抽搐。最后的考核在地府金融中心，特使仔细检查了新上线的功德链系统，突然发问：倘若本仙现在要修改某个凡人的功德值，可能办到？白无常回答：启禀特使，现在修改任何数据都需要十殿阎罗中6位以上同时授权，就连玉帝陛下亲临也得走流程。特使沉默良久，突然大笑：好一个阎王也改不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天道之功。他转向灵狗，郑重宣布：地府改革考核通过，灵狗即刻转正，受第11殿阎罗王正式仙职。整个地府响起欢呼声。李志强凑到灵狗身边：那个富二代的事。灵狗微微一笑，操作平板：给你安排了个互联网创业公司老板的家庭，保你24岁实现小目标。不过什么？你4程序员的所有代码注释都会自动同步到我的功德系统。李志强连连保证：我一定善待程序员，天天下午茶，绝不改需求。送走李志强，灵狗独自坐在办公室里，手机同时弹出2条消息：阳间银行，您账户0321收到一笔项目奖金，金额5万元。地府系统，您收到李志强转赠的功德值加1000，备注谢谢领导。灵狗笑了笑，关掉电脑。窗外朝阳正好，今天又是需要同时应付甲方和厉鬼的一天。